在2025年的春夏，鞋子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单品，而是完整造型的关键语言。这一季我们可以看到柔软、贴地、复古与未来感的并存。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琳。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要跟大家来盘点从奢侈品大秀到街拍2025春夏不可错过的5款鞋子，并且每一个款式都有给到平替选择哦。在视频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右下角 CC 打开字幕选项，以及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平替清单关键信息都会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今年春夏我觉得非常夯的一款鞋子呢，就是这种融合了芭蕾舞鞋的甜美以及运动鞋的实穿，这一种全新的具有混血感的鞋型诞生呢，也是呢给大家在日常穿搭当中想要穿出彩又能穿出个性多了一个选项。那它呢会比传统的芭蕾舞鞋可以搭配的范围会更广，但是呢又会比普通的愣头愣脑的普通运动鞋看起来呢又多了一份精致感。柔软的鞋面、绑带的元素，以及基本上大家的款式都是偏这种圆头的设计，不管是整个上脚的舒适度还是搭配的可能性呢，都大大的拓宽了。那除了像 miu miu 这种奢牌有出类似的芭蕾舞运动鞋之外呢，各大做运动鞋起家的，比如说 Adidas 或者是 Puma， 他们家都有这种把自己比较经典的运动鞋的造型，脚背的这部分呢直接挖空换上了芭蕾舞元素的绑带设计。那我最喜欢看的明星街拍有一位就是 Bella Hadid， 她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灵感目色了，简单却穿得高级。那前段时间呢，她上脚的这一双芭蕾舞运动鞋一下就烧到了我，而且它是直接入手了2双，一双黑色，一双白色。大家可以看到它这2套的搭配，我觉得都算是能够很好的诠释了混搭风轻松简单不费力的一个代表了。那我呢也是跟着它直接入坑了 Vivaia 这双鞋，整个设计就是这种芭蕾舞运动鞋的一个代表了。那我呢是直接去入手了这一双白色的。那白色的话，我觉得在夏天来讲，搭配的适用度范围会更高一点。那不管是去配牛仔或者是白色的半裙，它都能够很轻松的 hold 住。那我入手的这一双呢，它整体的鞋头做的比较的方，对于宽脚的朋友来讲呢也会比较友好。而且它来的时候呢是给了2个鞋带，是一条是这种粗的缎面鞋带，还有一条是细的缎面鞋带。我现在是2个鞋带都绑在上面，它就有一点点像 miu miu 那种双层鞋带的一个感觉。如果想让它风格变得更统一一点，可以只选择其中一个鞋带绑上。比如说像我去搭配一些偏休闲感的牛仔裤啊，或者牛仔半裙这种比较活力的穿搭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只系它上面这个细的这个鞋带。整体来讲呢，它会更偏向德训鞋这种很简单的一双运动鞋的方向。那如果我今天配的是裙子的话呢，我就会选择这个粗的缎带去给它搭上，就是会有那种芭蕾舞鞋的一个优雅感，去配夏天经常出现的这种白色裙子啊，都是非常出片的。而且这双鞋呢也满足了，就是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话呢，带一双鞋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合。整个的鞋面的部分呢都是这种非常有光泽的一个缎带，像鞋头这一块比较容易磨损的位置呢，是用了不同的布料进行的一个拼。大家可以看它可以直接这样折起来的，就非常的柔软，这个橡胶底。但是呢它也不是说为了能够折起来它就做了这种很薄的一层，它里面还是在脚掌垫的这一块呢是有给到这种可以回弹的鞋垫放在里面，所以上脚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它因为做的整个的鞋型是这种稍微宽一点的一个形状，所以对于宽脚啊胖脚的姐妹来讲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而且像平常呢我就是鞋带这样给它系好之后，它后边呢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小松紧带的一个款式，一拉一蹬直接就穿出门了，特别的方便。那除了单穿之外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脚脖子稍微比较粗的姐妹们呢，就可以像我这样用这种色彩比较丰富的袜子去做一个碰撞。袜子呢只需要去选择身上穿的衣服的任意一个颜色去进行呼应，它就会让你一整身的穿搭看起来非常的完整。那除此之外呢，我在他们家还看到了这一双鞋子。这一双鞋子可以有4种不同的穿法。首先呢，它整体做的也是一样，非常的柔软好穿，这种可折叠的整个的底啊，然后包括回弹啊都给的很好，稍微有一丢丢的跟高，不是说那种非
常平的鞋子，那种非常平的鞋子在地面上走路走久了其实是很不舒服的。那像它这种鞋垫有做回弹的，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点跟的，整个鞋底又非常柔软可折叠的，上脚的舒适感真的就是没得说。还有呢，就是它在脚后跟一磨的地方呢，它有稍微给你加了一点点这种缓冲，反正我整个人穿下来是没有磨后脚跟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它在整个的鞋面的侧面呢，有设计到这个放袋子的一个洞洞，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今天的一个搭配去替换不同的风格的袋子，让它达到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效果。除了这样，就是一整个像芭蕾舞鞋系带的鞋头这个地方呢，做的也是稍微比较方的，然后整体的脚掌的部分呢，对于宽脚的人来讲呢，也是比较友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鞋子它是可以直接扔进洗衣机里面洗的。大家可以细看到它其实有这种像孔洞小网状的一个点点，所以穿上去是非常透气的。那像这一双红色的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新款吧。我看到他们家还有一款卖的特别好的，是这种整个更偏经典款式的一个芭蕾舞鞋，也是红色，非常烧我。Jenny 她就有上脚穿了这一双，然后去搭配一个白色的袜子，整个这种韩女的少女感是不是就出来了？那我觉得像这种红鞋呢，如果你平常衣柜里面的衣服是比较的素色，像我一样就是黑白灰比较多，没有什么很鲜艳明亮的颜色呢，这种红鞋它离脸是比较远的，然后整个的体积也不会说特别的大，就很适合拿来做点缀。那聊完芭蕾舞运动鞋，接下来再聊第二个流行趋势，就整个2025春夏鞋子的流行趋势，我觉得不可错过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薄底。我们看到更多设计师在追求一个脚感，然后再也不想去穿那种8公分、10公分、12公分的累死人的高跟鞋，追求的是一种更接近自然的一种舒适的穿搭方式。薄底运动鞋继续延续了复古跑鞋的一个风潮，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流行的德训鞋到现在的 New Balance 或者是鬼冢他们家的鞋子，都是这种比较薄底，然后整个偏瘦脚型的一个鞋。整体的搭配思路呢，其实跟芭蕾舞鞋运动风有一点点类似。那像刚刚我提到的这双 Vivaia 呢，把它拆掉换成那个细带子的鞋型呢，它也就是一双薄底运动鞋。那不管是我之前频繁上脚的 COS 出的这双 DBN 的一个平替，还是说我去年就入手的 Adidas 的 Samba， 都是属于非常经典的一些个鞋型代表了。Samba 跟 Gazelle 我也是推荐了很多次，有薄底的、厚底的。小个子的话，如果想要修饰腿型的话呢，厚底是个不错的选择。颜色呢也有很多种。那如果想要用便宜的价格去 get Miu Miu 类似款的话，不妨可以像我这样选一个类似的这种咖棕色，再去亚马上面买不同的鞋带过来做成搭配，是不是立省999，然后就能 get 一个 Miu Miu 类似款了？顺带提一嘴，包包流行趋势里面就有跟大家说过，其实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就是买这种小玩偶，直接挂在包上，绝对就是能够属于是在潮流之位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啊。那 Miu Miu 呢也是非常的聪明，直接把所有的挂饰配件都在换成小1号，直接把它放在鞋子上面，是不是也瞬间就能成立了？买一些不同的鞋带款式、颜色过来变换的话呢，也是今年这种鞋子流行趋势的一个关键。那 Blackpink 的 Rose 代言的这个 Puma 的 Speed Cat 呢，也是属于非常火的鞋型。它这双红色的呢，就属于是 IG 博主人手一双，我入手一双这种淡粉色的，也是蛮好搭配的。网格鞋呢，觉得就是从去年火到今年的一个款式了。去年我就分别入手了 Alea 的网格鞋以及 OpenYY 的这双网格鞋，都是属于我上脚频率比较高的，而且呢，整体穿起来是真的很凉快、很舒服。它那个洞洞就是非常的透气，它呢就是打破了传统对鞋子布料的一个局限，用这种看得见的凉爽感去主导春夏穿搭。但是这双鞋呢，价格不低，而且还经常断货，不好买。那我呢就给大家找了一个平替，都是我觉得挑出来整个的脚型看起来还不错。那这种鞋子要怎么挑呢？ Madewell 这双跟这个 Steve Madden 他们这一双，两双比起来，哪一双看起来会更高级、更接近Alea？答案是不是非常的显而易见？那我觉得选这种网格鞋有一点就是它整个的网的那个线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是真的很粗糙，很像是奶奶会穿的那种渔网。还有呢，就是它的网格跟鞋的边缘要有一个对比度，不能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有想
想要入手类似款的，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Steve Madden 或者是 Tony Bianco 这个品牌。而且我看 Vivaldi 他们家呢也有出这种类似款式的，那我也会把类似的鞋款，然后价格比较在 affordable 的范围内的呢，都找好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乐福鞋算是时尚界的一个常青树了吧，永远都看到它在做不同的变换，但是一直没有退下舞台。它的设计呢，可以看到更多元素的变化，而且更精巧一点。miu miu 这一双呢，就有一点像当年 TOS 非常火的那个豆豆鞋的感觉，对不对？整体呢，强调的也还是这种更轻盈、更有呼吸感、上脚更舒适的一个感觉。那 Le Row 这双鞋呢，就属于是非常低调，而且大家都很喜欢拿它做搭配的一个款式。不管你是单穿配上直筒的裤子，或者是拿它去配上白袜子，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或者是 Acne Studio 呢，稍微在鞋头上面放了一个 A 跟 S 呢，就会让整双鞋子变得更跳皮一点。那平替的选择可以去看看 Mango 这一双，简约又大气，或者是 Tony Bianco 这一双，跟 Le Row 放在一起，是不是就是谁是谁是亲兄弟分不清楚了呢？最后一个要分享的关键鞋型就是人字拖。没错，人字拖今年也正式转正了，设计师让它从海边、沙滩这类的场景直接走上了秀场。厚底的设计、皮革工艺，还有整个的解构思维都让它焕然一新，是属于一双既兼具功能又可以时髦感的鞋子，也是属于时髦懒人的一个必备了。它不管是去搭配短裤或连衣裙，都完全不违和。那像 Rose 呢，也用 Le Row 这双火了有段时间的黑白人字拖去做出了一个街拍造型，极简高级感是不是一秒就拿到手？那这个厚底人字拖呢，应该是一到夏天就会返场，已经大概有个3-4年的时间了吧。像之前的 Mango 有出过类似款的，也被我称之为是平替。还有呢，刚刚提到的这个 Tony Bianco 这个品牌呢，也出了类似款，就是我脚上的这一双。但是呢，如果真的想要非常的松弛，还是要去找这种正儿八经的人字拖才够味儿。像这种可以踩水、可以直接沙滩、海边到处走的拖鞋，绝对就属于是人手必备的了。在海岛基本上都是见到一个人，他们就穿这双鞋子，非常的舒服凉快，而且走起路来脚感也很好，颜色款式选择也非常的多。那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2025春夏鞋子流行趋势呢，总体来讲就是实穿加轻盈，再加一点点的精致感，就能够很好的去拿捏这个度了。那这5种款型的鞋子，你最喜欢哪一双？我会把更多的信息链接整理好，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是 Elin，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